别走，别走，我报警了。哎，你要动手是吧？看你怎么着。差不多。说照个相，让你往那边走一点点。你再给日本人照相，然后让我再往旁边走一点。走在圆明园。你给谁让步？Is it from Japan？ 我听你说是你帮我问是日本人。日本人是。日本人给日本人让座，在圆明园。你给谁让步一下？哪个国家的人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OK， 你作为中国人，你让给日本人让地方，我就不让，懂吗？我们就不让。你可以不让，你想往那边让一点点照个相。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这句话你都不应该问，懂吗？在圆明园。没有，不，差不多完事儿就得了。不要不要。日本人在中国报警，我这公安。日本在中国报警也可以的。你刚让我给日本人让座，我跟你说我不想给日本人让地方。你作为中国人，你让我给日本人让地方，我就不让，懂吗？我们就不让。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9月7号一个叫雅人的小网红公布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拍摄地点呢是北京的圆明园。据这段视频里头讲这当时呢，他在圆明园里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导游带着一对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在这里旅游，就在圆明园著名的那个大水法的废墟面前准备合影拍照。可能是这个雅人呢挡住了他们拍照的视线所以这个导游呢就想让这个雅人呢给让一个身位。结果这雅人一看对方是日本人立刻火就来了，恶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马上就冲上去，拿着照相机就跟着对方的这个导游理论起来了。说这个八国联军当年烧了圆明园，你现在这是在中国，你让日本人要求中国人给他让位置，你这不是卖国贼吗？双方一下就呛呛起来了这导游呢整个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息事宁人的态度说你想让就让，不想让就别让嘛。于是人就走了。结果这个雅人这个小网红不依不饶还追上去，还拿着这个摄像机就拍着这个导游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卖国贼的丑恶嘴脸。一直走着还见到了公园的一个保安。结果呢双方就找了这个保安这个理论就这个保安也是的，一听说这是日本人呢，当时一句话就脱口而出，说小鬼子。咱们要不然去管理处，给小鬼子让座了，他妈让你不能拍是吧？你们是日本人日本的公司的在这工作的那说白了不让进的。您要说这个也有点，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那有点不对吧？因为去年整个大家团队整个一个团队就没让进。人大家该买票买票买，既然买票的管理处让进来了，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你他妈你日本人进来，你他妈还让中国人让地方，代表管理处代表。但是你必须要尊重我们这儿，我尊重了。你们还让中国人他们让地方给他们日本人拍东西，我哪里不尊重你们了？真是哪里不尊重你们了？不是你不这个很小鬼子，就这么简单。我就是他妈不给日本人让座，你没有让你让座，你刚对吗？就让我让开，绕有劲吗？真的就是小鬼子，有意思没有？人家赞成。咱们就不说这个了怎么？我跟你说，我他妈永远不会给日本人让地方，懂吗？可以就 fuck understand， 他们真他妈恶心这东西。看看叛国贼长什么样，无所谓可以吧？无所谓，随便照。但你要再照就你要再照就侵犯我的隐私。那人导游一听就不乐意了，对吧？那你圆明园卖票的时候，你并没有说日本人不让进，那么你现在你卖了票之后，你凭什么说人家日本人不应该进呢？更何况那普通的日本人，你承认日本人是小鬼子，这肯定是瞎讲，是吧？但是那雅人就觉得好像自己有了理论依据占了上风视频的最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人家那个日本人呢，跟那个导游想要坐车离开，这雅人可冲上去了，双方差一点就发生肢体冲突这雅人拍的这段视频呢，还不是全部，就他这次播放的视频，他自己在节目的最后里还讲到说前方高能，且听下回分解。可见他这段视频还拍了更多的内容，他还准备用连续剧的方式来播出呢结果就是这第一段视频播出来之后在抖音上，在 B 站上，立刻很多人就骂声不断大家都在指责说这个雅人呢就是在碰瓷儿。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你在旅游景区里头，你挡住了别人的拍摄视线，人家让你让一下，这不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吗？这不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素质吗？就算对方是日本人，人家到中国来旅游，人家在这个废墟面前合个影，你挡住了人家的视线，你给人让一下，这不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吗？你扯什么这个八国联军烧圆明园呢？更何况这圆明园也不是八国联军烧的，这是英法联军烧的，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关系你扯什么日本人呢？所以大家都怀疑这个雅人纯属就是想通过碰瓷儿日本游客的方式来炒作。我呢其实也非常同意这种看法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期不是有中国的有一个网民叫铁头吗？网红跑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面前去撒尿，大家还记得吧？他在那个靖国神社的门前大喊一声 “no” 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写的是厕所2个字，然后呢就连夜就跑回了中国啊。跑回了中国之后，受到了很多人英雄凯旋般的这种待遇啊。其实他在中国，由于这个瞎搞已经被封杀了，结果呢，就因为这件事情给人感觉好像又一夜之间成为了英雄。但你想想，在这个公共场所里撒尿，而且在那顶人家那石碑上涂鸦写厕所，赤裸裸的违法行为，结果却赢得了那么多人点赞，成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样板。所以啊，有些人就觉得，你只要怼日本人，你只要搞这个中日之间的这种祭典，你就变成了一个增粉神器。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其实这个雅人呢，他自己啊，在他的视频账户里头有好几百个视频呢。大家就发现啊，他前一段时期啊，他在英国的一个航班上就整过一出。那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当时啊，他在英国的一个航班上啊，他可能是躺着睡觉，睡觉的过程中他把椅子放倒了，后排里头坐着一个英国人跟他的妻子啊，这个妻子是中国人啊。人家对方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想让他们把椅子往上抬一点，结果啊，就是个雅人呢，又是抄起手机，直接就对着人拍。今天我在英国航空公司被种族歧视了啊，看我怎么反击。这个椅子先抬起来吗 Why would I lift my seat? Sleep, I didn't do nothing wrong. I just can't talk to me for what?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mate? I'm Chinese. I'm Chinese. Why are you laughing? You laughing at my race, yeah? I don't like racists, man. Like, are you being a racist?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Are you being a racist or what? I don't like racism. I'm a pick on me. Don't swear it. Don't swear it. Yeah. What's you gonna do if that's Don't What do swear you it. mean? Are you being a racist? Dumbass. 不是，如果什么是我怎么你 No 了？ problem. Yeah. Do you have some problem right now? Yeah, you're a I cunt. 什么你对其他的人怎么样没事？我是中国人呢，小弟弟，让你把椅子抬起来一下而已。我是中国人呢。I'm Chinese for what? You're making my fiance 什么 cry. Chinese？ 为什么一开始就把摄像头举起来没呢？问题了吗？你不是也在录像吗？拍的过程中间，他明显的带有碰瓷儿的动机啊。那个段视频呢，剪辑非常严重，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就在讲呢，有意识引导对方啊。就是刺激那种话，说这是经济舱，你这个还搞成什么头等舱的待遇啊？这就不说了啊。紧接着他就问，他说我是中国人，他就直接说对方对他进行种族歧视。其实啊，就算是他那个视频里头拍摄的内容是真的啊，当然我严重怀疑他其实就是故意碰瓷儿。就算是真的，这也是2个游客之间的普通纷争。但是呢，他在那大喊对方歧视他，人家对方听了都笑了，人家对方那个妻子都是中国人，那怎么歧视你了？结果他就在那大喊大叫。最后呢，在飞机停下来之后，他们都被叫到了警察局做笔录。I mean, like, I'm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I 刚他妈协调了一下，他别混了。下飞机了啊，等警察过来。现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们到了警察局之后啊，警察看我们的手机，你猜怎么着？因为我手机是中文的，他们看不懂，他们让这个女的来看。这女的说 ，I don't speak Chinese。她说我不说中文，我当时那个火我腾他妈就起来了，你知道吗？你他妈就是卖国贼！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再也不会跪下去。当着他妈一个外国人欺负他妈自己同胞，然后到警察局你他妈还说你不会说中文，我操！我当时我要有手机，第2个手机我绝逼给你录下，你知道。然后这个英国男的说，这个视频千万不能让他领导看见。他说他在中国上班，如果他领导看见的话，肯定会把他开除的。你他妈也知道你做的不对呀，啊！然后他们还威胁我让我删视频，但是我跟他们说这个视频我不可能删。他们后来把我关到小黑屋里，然后在外面查我的手机。但是我跟你说，我不会因为这个害怕的。幸亏我一下飞机的时候就开始上传到云，然后到警局的那一刻，视频刚好全部上传完成。说如果我不删视频，他们会一直在这儿等着，一直在这耗着我，直到我下一个航班起飞，把我下一个航班要延误。过了10几分钟，警察就让我们都走了。后来航空公司给我发了一张这个 written warning 啊，一张警告，说我在飞机上有大声喧哗的情况。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再也不会跪下去。我不许任何人践踏我们的尊严。我看到这一段，我觉得实在是太抽象了啊！
就他这个视频表演的实在是太夸张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在飞机上，你跟人家发生这种冲突，是吧？这都跟你中国人民站起来有什么关系啊？事后他还又发了一段视频，后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亚人，我是英国航空被歧视的当事人。我说一下这件事情的后续啊，是英国人要求我把椅子往前调。我想说的是，你没钱就把我给我坐着，你要有钱就换到头等舱。你他妈欺负我，你算几个本事啊？还他妈命令我往前调，他妈不能好好说话吗？你以为中国人好欺负是吗？让你随便践踏是吗？就得我把椅子往前调，让你自己舒服了是吧？你就能坐个经济舱，你还在这儿给我刷存在感，让我给你制造出一个头等舱的待遇是吧？我为什么说 I'm Chinese？ 因为我很自豪，而且我觉得这句话是对于这个情况的最好的回击。而且大家可以听到，在我说完 I'm Chinese 之后，这个英国人耻笑我的那个恶心的语气还有语调，我不知道观众能不能体会我当时的那个愤怒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是吧？我看完这段视频的感觉啊，他就是看准了网上那些爱国大 V 通过宣扬这种所谓的极端民主主义，通过有意制造中国人跟外国人的冲突来制造流量，来进行炒作。所以啊，就这个人呢，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来炒作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获得网民的点赞呢？就他做的实在是太过了，因为他当时搞这个英国航班的事情的时候，搞完之后就没红。他想营造一个英国人对他进行种族歧视，他要维护中国人的形象，那种形象没人买账，于是他就可能想到了英国人不行，英国人中国人呐，对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感。但是日本不是一样啊，日本中国这中日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到处都是祭点呐，连铁头干那种撒尿的事情，是吧？他都可以获得流量，都赢得很多人点赞。于是他这一次可能就专门盯上了日本人，所以我猜他就是到圆明园专门去碰瓷儿的。但是啊，因为他搞得太过了，所以很快网民就开始扒这个人，就是这个雅人这个人呐。首先呢，有人就讲了，这雅人这个词啊，就是日本动漫中间的一个形象。你平时以雅人这个一个名字来给自己做网名，说明这个人非常喜欢日本动漫。大家都知道我的名字叫亚人，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亚人是亚洲人的意思，而且亚人也是一个动漫人物，它代表着永生不死，不可被打倒。结果呢，他又冲到日本人身上去碰瓷儿，你想想，这不是矛盾吗？对吧？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讨厌日本人，也不讨厌日本人文化，仅仅是觉得好像是跟日本人发生冲突啊，能够给他带来流量。这是第一。第二，很快又有人发现了，这个哥们儿啊，在原先在巴黎的时候，就在教一个女的中国女生怎么逃票。有一位粉丝联系我，他说刚来法国，不知道法国地铁怎么坐。先我演示一下这个怎么坐啊。来，现在该你了啊！手一撑就行了，绕过来。对，漂亮。对，实一起，哎，对，哎，可以，成功了啊！这就是在巴黎乘坐地铁的技巧吗？学会之后你就免费坐地铁。太牛逼了，这就不要脸了，对吧？你想想嘛，你坐地铁能花几个钱呢？然后在坐地铁逃票不说，逃票的过程中还教唆别人逃票，教唆别人逃票之后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递嘴的方式，这不就是流氓吗？是吧？而且啊，这还没完，很快又有人接着去扒这个雅人呢。他其实啊，不仅仅是教唆别人地铁逃票啊，搞这种炒作。他在2019年的时候，在美国还犯下了刑事犯罪。就是这个雅人呢，他的真实的名字叫李高阳，他是2018年秋季啊，到美国洛杉矶啊，有加州大学的尔湾分校去留学啊。结果呢，他到了尔湾分校啊，很快他就开始啊，干各种各样的这个不法的事情啊。他就在聊天软件上，认识各种各样的女孩子。认识完这些女孩子呢，他有的把这些女孩子约到自己的住处，有的呢到这些女孩子的住处啊，强迫跟这些女孩子发生性关系。据说受害者有10个人之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然后呢，他有的还把这个视频拍下来，威胁那些女孩子，
说你如果要是不给他钱，他呢还要把这些私密的视频呢要公布出去。那些女孩子呢，有些人受了这个性侵之后呢就不敢声张啊，但是最终呢有2、3个人出来之后就指责他，最后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呢，这个李高阳啊一看不对啊，就想逃跑啊，从美国坐飞机跑回中国啊，结果就在洛杉矶的机场被美国的警方给拿下来了，就给关起来了。最后呢，他据说是他的父亲交了100万美元啊的保释金，然后呢，他才是被保释出来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美国的这个法院呢，最终审判了他这个案子。由于啊，这个受害者啊，有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指证，觉得可能就这个事情非常丢人嘛，啊，然后呢，或者是出于自己啊这种名誉的考虑啊，最终在法庭上跟这个李高阳啊对峙的只有2名受害者，所以证据不是特别的充分啊。最后法院呢就判处了这李高阳呢2年的有期徒刑。这之后呢，李高阳就消失在人群里，等他再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啊，他已经到英国去留学去了。当然了，当这个网民啊扒出这个李高阳就是哑人之后啊，这个哑人呢并没有承认啊，他只是第一时间把他这些所有社交账号里的视频都删掉了，然后这个人呢就消失不见了啊。但是在我看来啊，这网民扒出这个李高阳就是哑人呢，应该说是证据很充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李高阳啊，在美国性侵这个事件被爆发之后呢，当地的媒体都做了报道，既有那些自媒体，也有一些国内的正规的这些传统媒体啊，比如说凤凰网都做了报道啊。当时做报道的时候就讲这个李高阳啊，在 Instagram 上有一个账户，这个账户上啊，他自称他的英文名叫 Gary， 而这个哑人呢，在境内的账户里头，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Gary， 名字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啊，在那 Instagram 那个账户上，他播放了很多疑似李高阳的很多这种跑酷的视频啊，在地上滚来滚去的啊。然后在境内这个账户上呢，他也放了很多类似的视频。从这视频比较来看啊，这2个人呢长得确实是非常像，感觉就是一个人。我们亚洲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的歧视？关注我的粉丝应该知道我是练跑酷的。其实，在跑酷圈里，我也遭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什么聚会之类的，英国人都不会叫我们去。我自己一个人在英国，跟身边这么多外国人一起训练，我从来没有一次怕过他们，我从来没有一次畏手畏脚。他们跳过去的，我大部分的也都跳过去了；他们做过的挑战，我大部分也都做过了，你知道吗？我不会因为这个害怕的。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啊，就是这个在圆明园里头碰瓷日本游客的这个所谓的爱国网红啊，其实在美国就是一个强奸犯。证据非常确凿，所以当这个信息被扒出来之后啊，应该说是舆论哗然呐。大家都在说什么？他说：“你看看，现在都是什么人在吃爱国饭，在吃爱国流量啊？那个铁头当年就是非法拘禁、开设赌场，就是一个刑网释放人员，然后到日本去撒尿，然后呢就是涂鸦完回国之后呢，马上就去敲诈勒索。大家都知道啊，前一段时间他因为敲诈勒索已经被警方抓起来了。”而这个李高阳呢，而这个哑人呢，在美国就是一个强奸犯呢。这只有这样的人现在才吃爱国饭呢。这你想一想，不是有人经常说了一句吗？说这个爱国主义啊，就是流氓的最后的庇护所。现在可不就是这个爱国主义的庇护所里头全是流氓吗？所以就在昨天呢，这人民日报下面有一个叫环球人物的杂志啊，专门发了一篇文章，说在中国啊，盲目排卖没有土壤。是吧？民族大义啊，不是什么流量什么的密码，就明确的开始跟李高阳和哑人这样的人进行切割。他在文章里头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开放啊，什么77小时、144小时的这外国游客免签政策，其中也包括日本游客。这些日本游客到了中国来以后啊，都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结果你可以看看这个哑人这种人。这种恶意炒作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形象的这样一种破坏。要我说啊，这个哑人呢，他没文化，为什么呢？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的人家那些外国大 V 的炒作啊，他基本上啊，他其实啊，他不妨碍中国的生意，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利益。但是你现在在圆明园里头直接对着日本游客这么搞啊，那直接导致什么？直接导致很多外国游客不敢来中国旅游啊。在中国常住的大部分的日本人对此事表示担忧。
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首先我不太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对于个人的言行我也不做评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我们不会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采取歧视性的做法。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整个中国的经济也不是特别好。中国为什么要开放144小时免签？其实就是希望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来拉动中国的这种经济需求嘛。那你现在这么一折腾，外国人都不来了，那你这不是给党和政府上眼药吗？所以可不收拾你。还有一点，我个人就觉得，就是他们这个爱国大 V 的这种没有下限的嘴脸呢，把中共也给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般来讲啊，这个爱国大 V 啊，大家都知道他们无耻啊，就那网上那些什么司马南呐、什么地瓜熊老六啊，这些人大家都知道，臭名昭著啊，全母教嘛。但是啊，就是这些人搞这种所谓的这种爱国大 V 的流量啊，他还是有一点基本的下限。但是这些人从铁头到这种李高阳和雅人呢，那已经流氓的无以复加了。如果这种行为要是得不到制止的话啊，那下一步那就有可能搞到什么程度？那他们要是拉住一个日本的游客，有可能把人强奸了，强奸完了之后还在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再也不下跪。你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情景？那这种流氓的那个形象啊，那可能就是传遍全世界了。我经常讲，共产党啊，当年在搞革命的时候啊，也确实利用过一些流氓。你比如说，在搞土改的时候，很多村子里头，那土改让那个农民呐、去斗地主、斗富农，很多农民乡里乡亲呢也不愿意斗啊，所以很多土改的地方就是先发动流氓无产者，其实就是村子里的地痞流氓去先把那地主打一顿，有的打死，打完再把他姑娘抢走，是吧？那就是利用这些流氓去干革命嘛。干革命的时候你可以利用流氓，但你现在搞经济建设的不行啊。所以他们这种流氓无下限的手法，应该说是把中共政府都给吓到了，所以才有这一篇这种所谓的社论文章出台，就是说要跟这些所谓的流氓爱国者来划清界限。但紧接着我们就要问了，那为什么就不断的会出现这种爱国流氓或者流氓爱国者呢？我觉得网上有一个分析说的挺有道理的，他说这就是这种所谓的网上的爱国大 V 的恶性竞争。因为啊，这个市场就这么大，那些爱国大 V 啊，已经占据了他们的那个咖位。那占据了这个咖位之后呢，又可以流量带货，然后还可以通过这种流量变现，哎，生活得很舒服啊。像这司马南呐、像什么地瓜熊老六啊，他们都能获得一些好处啊。但是呢，很多人还想继续也挤到这个市场里分一杯羹啊。但是呢，可能又没有什么本事，因为你要找准中共想要的一个绩点，你还得踩准那个位置，其实也是需要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不是说你声嘶力竭喊上去，你就可以一定成功。那么于是呢，它就导致了一种恶性竞争，就是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去怼日本人，你只要刺激中日关系，就有可能成功。那既然比不了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怎么办呢？就比下三滥呢，就越来越从下三滥下去啊，所以拉屎啊、撒尿啊就全来了。这就是实际上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爱国流氓反复出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当然了，更广阔的背景上来讲，就是中共实际上是把中日关系当作是一种所谓的工具，当作是爱国主义情绪的这一个调节阀。当他需要的时候，就搞老百姓全部去仇日；当他不需要的时候呢，他又说这是中国没有盲目排外的土壤。大家可以看一下圆明园那个保安，那个保安呢没什么文化，他也不想炒作，但是为什么人家那个导游问他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这日本人就是小日本呢？他脱口而出这日本的游客就不应该进圆明园呢？谁教育他的？谁告诉他的？那说白了，还不就是我们长期的这样一种仇日教育搞起来的吗？长期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导致的吗？那个当然才是最可怕的啊！所以啊，表面上看，中共跟这些爱国流氓进行切割，但在我看来，这种切割只不过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爱国流氓们实在是没有下限了，下限超出了共产党的底线了，他没办法容忍了。
第二个就是这些爱国大 V 本身呢，也妨碍了他们现在的目标。你们这些流氓啊，都当强奸犯了，都想过来给我当工具，那你们这些人不配姓赵。也要查一查你们祖宗三代的，这是敲诈勒索的，我收拾进来，是吧？像这种强奸犯的，搞不好共产党也有可能把他收拾起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说的，妨碍到他的目标了。现在鼓励外国人到中国进行旅游，这是共产党本身为了挽救经济的一个既定的政策。而你这些外国大 V 如果妨碍到这样的政策的话，那也一定会收拾你。但是呢，要我最后还想说的是，如果这样一种仇日教育的土壤没有被破除，如果这种长期以来的把这种中日关系当作是一种工具的这种所谓的对外政策没有破除的话，那这种爱国流氓还会反复出现。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作为中国人，日本人大家我就不让，懂吗？我们就不让。 Today i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I am a little boy. I'm Chinese. I'm Chinese. Why are you laughing? You laughing at my race, yeah? 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人从1949年站起来之后，再也不会跪下去。我为什么说 I'm Chinese？ 因为我很自豪，而且大家可以听到，在我说完 I'm Chinese 之后，这个英国人耻笑我的那个恶心的语气还有语调，我不知道观众能不能体会我当时的那个愤怒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 跟小鬼子上做了，干嘛让你？说白了，这是不让进的。那您要说这个也有点，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那有，既然买票的管理处让进来了，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你他妈来了，你日本人进来，你他妈还让中国人让地方？您代表管理处，我不代表，但是你必须要尊重我们这儿。圆明园不是英法联军烧的吗？为什么不让日本人拍照呢？谢谢。日本人难道就没责任吗？如果说没有日俄战争的开启，那日本战胜了俄国之后，日本才知道自己有实力了，进而去强占东北，对不对？那才说把英法联军引来了呢。所以说英法联军烧的圆明园啊，日本人有连带责任。圆明园是1900年烧的吗？啊，圆明园烧在日俄战争之前吗？理想同学，二排你说，日俄战争发生在什么年代？日俄战争发生在1904年到1905年之间。圆明园什么时候被烧的？圆明园被烧是在1860年10月6日。哦，烧早了。英法联军攻抵北京后。圆明园被烧跟日本有关系吗？圆明园被烧与日本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圆明园是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抢掠并烧毁的，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与日本无关。啊，行，没事了。